对啊，我选你，我是想说，就是咱俩生日就只差1天，然后呢，我们都是大水瓶，但是呢，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呢，咱俩其实很少有机会一块去聊天，或者是一块去玩。我们俩说的理由一模一样。可能在阿克塔玛会稍微多一点，到后面感觉就基本上1天能说上1句话、2句话差不多。对。但也不知道为啥，就总是会错过，就要不然就不在一辆车上，要不然就是分的不是一波。就是在我这方面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交流最少的。但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有些还蛮像的，就比如说你当时说，就是让你突然出来跳个舞或者怎么样，你会有负担感这件事情。突破一下，弟弟。不是，怎么又要现在跳啊？你想一会儿是不是？不是。我小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那天那个，就如果是当年的我的话，我会非常抗拒，可能我会甚至比你还要抗拒这件事情。但是我是想跟你说，就是这都是一个过程啊。现在你的状态让我看到，就是你在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再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是觉得那天你很勇敢的表达自己，我就是不行。就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出于对于我自己作为艺人身份的一种很奇怪的，怎么说，责任感也不叫，就是可能就想维护它，因为观众看到的就是我们可能最光鲜的一面，所以我下意识的也想把自己准备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对于工作，我是就是比较严谨，而且你得提前几天告诉我，我得提前做心理准备，而且最好还不要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希望的旅行可能是自由散漫，没有规划，比较舒服的那种。那天我是在旅游的状态当中，我很放松，我现在是在这个状态里面，这个人格里面，但是那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是突然把你拉回了工作，但是我又没有准备好，而且我一下很难回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很难受。但是瑞哥和豪姐他们那天跟我说了，2个人都跟我说了2个话，我觉得让我改变了很多。瑞哥说他肢体也不好，他跳的也不好，但是这个不是他的专业，所以他觉得跳的好不好无所谓，我们就是玩就完了。豪姐她说，如果我老放不开自己，会影响到我以后的演戏，因为形体其实很重要。如果想要当更好的演员，就要打破自己对自己的刻板印象，然后再去努力的突破它，不要怕丢人什么的。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可能就是那一下会让我有点尴尬，有点丢人。但是过了也就过了，大家笑一笑也就过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挺大的一次突破，对于我自己来说。时间的问题。慢慢的你就会改变了。对，就有些事情不要着急，都是我们这个年纪一点一点会经历的事情。就是10几岁的时候，不要想30多岁的事情，然后30多岁的时候不要想50多岁的事情。你总有那个年纪你要经历的事情，你只有经历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想通了。别着急，你就享受当下。但是我想知道，你从小就开始演戏的话，你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必须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我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8岁到14岁，一个阶段是14岁到现在，然后一直在往后走。第一次接触这种动态化的表演，就是影视作品，就是当时去试镜，然后是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起点很高，特别厉害，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拍完那部戏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在横店，在上海，也可能比跑龙套好一点，演特约，
一部戏可能就拍一两天一两场戏，可能台词运气好的话就会有。但是当我们去试镜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同龄的男孩去试一个角色，会有2、3千个人。我就觉得这2、3千个人里面，一定有演技比我好的，也一定有比我帅的，可能还有家里很有钱的。那我荣梓杉，我拿什么当那1、2个人？我就会很怀疑自己。直到就是14岁的时候，可能天时地利人和，让我拍的那个有一个作品叫《隐秘的角落》，我被很多人看到了，然后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性来找你，而不是你去寻找他们。从那一刻，我才坚定，才确信我以后好像可以一直做这个事情。到之前都是一直在怀疑自己。但一直怀疑，但是你也拍的时候也会坚持，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真的喜欢，因为其实我家里人有人是中立，有人是不支持，没有人是很支持的。我纯是就是自己喜欢自己这样，就非要去拍。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还在努力的保持他对我的他的新鲜感。但是我其实能够想象到，总有一天我可能会腻，可能会厌倦。但是就像倩倩你刚刚说的，不去想30岁以后的事情，我就今天就想着明天的事情，明天想着后天的事情。不，今天就想今天的事情，明天再想明天的事情，这样就会更轻松，更好。对，只看眼下，及时行乐，管他以后是怎么样，反正我现在不留遗憾就好了。就是迎接突如其来的挑战。对啊，这一路上，我觉得我所看到的你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变化的。变沧桑了，现在。变成熟了。我来这确实改变了很多。我之前一直就是挺内向，或者就是很慢热吧。因为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对于就是做我们这个的刻板印象就是处处是陷阱。但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他们就会想得特别的严重，他们就一直提醒我，每天就是各种就是让我小心。当然他们肯定也是为了我好。但这个就是从小他就在我的心里可能就有点根深蒂固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一层很重的外壳在身上，不希望别人接近。但是来这里之后，我就是跟大家熟络的挺快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在我的心里面，这一段25天的旅程，它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小世界。我在这段旅程开始的时候，就慢慢的就会感觉到，哥哥姐姐，大家都是好人。老公，都是很善良的人。老弟，积木，你真给我买了？买了，老弟。哎呦，拿着。我好像并不需要那么把自己保护起来，并不需要那么累。我试着更放松一点，然后放松了一点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试着可以再放松一点。就是跟大家每天待在一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是好人的感觉。所以包括我到后面越来越放松，我也敢于表达自己，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人，包括对其他的人，我也是很乐于去跟他们讲。就是工作、社交，还有我的生活方面，这次旅程它在推着我成长。所以我刚刚定义我就说，我说这是一次成长蜕变的毕业旅行。我觉得很有意义。它可能会很累，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会有很难过的时候。但是这些点点滴滴，再加上那些很美好的事情，
它会很抑扬顿挫，很跌宕起伏。然后这些一切，它都会加深我对这趟旅程的印象。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一次。我真觉得你很像小王子哎。真的吗？就是很勇敢。我每次听到别人说我像小王子，我就特别开心，包括刚刚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这本书。我觉得他是给你力量的。站在背后的男人。站在你背后的推动你的男人。是。就是小王子。我觉得人成长都是有过程的，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所有的事情，就会想通所有的道理。我们都是在一点一点的学习，一点一点的交汇。所以，你就保持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一点一点去感受，一点点去成长，就不要着急，相信自己，跟着感觉走，开心最重要。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水瓶在以后会越来越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OK。OK。